大家好，我是瓜皮儿，我将带大家从头到尾看一遍漫威宇宙电影的经典作品。今天我们就从钢铁侠第一部开始进入漫威的电影世界。托尼·斯塔克是一个非常自负傲慢的人，毕竟有钱有颜有才华，父亲是美国传奇武器研发家霍华德·斯塔克，也是神盾局创始人之一。托尼是众所周知的天才，他的聪明才智从小就被人人皆知。而1991年，老爹霍华德与母亲玛利亚因车祸离开了人世，这让年纪轻轻的托尼继承了庞大的家业，与父亲的好友斯坦一起经营公司，研发了各种智能武器，让自己成为了国家的保护者。而托尼花花公子骚色的性格也让人为之着迷。他在工作完后被女记者采访时的一段骚话也是即兴创作。一夜的翻滚过后，女记者在托尼的豪宅中醒来，接下来登场的两位也是托尼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人工智能贾维斯是托尼的智能助手，小辣椒负责托尼生活的一切需求，而此时的托尼却沉浸在自己的实验室中。小辣椒的提醒也让托尼及时赶到了机场。好基友罗德此时也刚到3个小时，这次飞行的目的是为了给军方演示自己研发的最新武器。在一段不知道是展示武器还是展示托尼的镜头过后，一行人也准备驱车回到基地。傲慢的托尼拒绝了和罗德搭载一辆车，一颗导弹打断了托尼的骚话，接二连三的袭击让随行托尼的军队全军覆没。在一颗写着斯塔克工业的炸弹在托尼身边爆炸时，托尼随之晕了过去。醒来后发现了连接在自己胸前的一块磁铁，与伊森交谈中，托尼才了解到弹片因为炸入了自己的体内，是伊森制作的这块大磁铁可以阻止弹片进入心脏，才得以保住托尼的性命。还没来得及问清楚，将托尼绑架到这里的恐怖分子出场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托尼制造和军方展示时相同的炸弹。托尼的性格直接 say no， 在恐怖分子的一番友好招待下，托尼只能表面先答应下来，保全自己的性命。随后，托尼利用与恐怖分子交易换来的破铜烂铁，制造出了自己的小型方舟反应堆，来替代胸前的这块大磁铁。和伊森商量后，两人说动手就动手。进度还没开始多久，恐怖分子头头就发觉了不对劲儿，闯了进来，就想对伊森下手。托尼借制造武器的理由救下了伊森。在接下来的一天一夜里，两人加班做出了 Mark 1代装甲。由于装载时间不够，伊森持枪出去用生命拖延时间。终于 Mark 1华丽登场，与恐怖分子交手中也为我们证明了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尽管托尼一路杀来，却还是姗姗来迟。伊森已经奄奄一息，悲愤的托尼走出了山洞，面对这块大铁皮，敌人一通乱扫。伴随着托尼的就地火葬，敌军功亏一篑。被打中联动装置的托尼伴随着爆炸一飞冲天。碍于开发环境和材料所限，Mark 1代没飞多久就因为动力不足摔了下去。落难沙漠的托尼终于盼来了基友的到来。看到被搀扶走下飞机的托尼，小辣椒眼含泪水。回国后，托尼第一件事就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在现场，一名被错认为是记者的吃瓜群众寇森想要从小辣椒口中得知托尼逃生的具体情况，却被小辣椒的3言2语打发走了。托尼上了演讲台并宣布关闭那些自己研发还差点杀死自己的武器研发部。史丹来到斯塔克工业的巨型反应堆前与托尼争执，托尼向他展示了救自己命的反应堆，却没有得到史丹的理解。回到家后，托尼靠小辣椒换上了最新一代的反应堆，比普通反应堆更强，用完遥控车还能用。随后托尼就叫小辣椒把老反应堆去掉，便来到军队找基友罗德，想要与他合作研发个大项目。被回绝后的托尼便开始着手研发 Mark 2代装甲。而另一边，绑架托尼的团伙也在沙漠寻找着 Mark 1代的残骸。托尼这时也已经做出了腿部飞行器的雏形，准备试飞。摔了个头皮发麻后，托尼意识到需要一个稳定器才能保持平衡。这时小辣椒也送来了一杯咖啡和礼物，并通知托尼史丹在家中等他。对于关闭武器研发部的事情，两人再次起了争执，也让史丹心生不满。回到地下室后，托尼再次实验并成功的飞了起来。于是电影的第一个高潮来临。 Jarvis, you there? At your service, sir. Engage heads-up display. Check. 再次一飞冲天的托尼沉浸在自己飞翔的快乐中，
并试图打破侦察机的飞行最高纪录。达到极限高度后，马克2表面迅速结冰，导致失去动力。展开副翼后，再次飞行的托尼笑得像个300斤的孩子。摔到地下室的托尼让我想起了本山大叔的一句话：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不在飞多高多远，关键是平稳着陆。再次回到工作室的托尼才发现，小辣椒送来的礼物和咖啡里面是托尼的第一颗心脏。另一边，已经搜集到 Mark 1残骸的团伙向小学生写大学论文，拼凑着残骸。而因为飞到冰层导致结冰后的托尼重新改良了 Mark 2，决定使用卫星金钛合金为战衣的主要材料。看到新闻胡乱报道自己的情况，托尼决定前往晚会，并命令贾维斯换色重涂一下 Mark 2，就驾驶着4个圈前往晚会，拍了拍神秘白发老人的背，扬长而去。吃瓜群众寇森再次询问托尼的逃生详情，却被小辣椒夺走了托尼的注意力。天台尬聊后，托尼得知了记者的情报，自己的武器依旧在伤及无辜，并且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他第一时间找到了史丹，却吃了鳖。回到家后，托尼看着新闻上的暴乱，越看越气，对着家具一顿热身后，就穿上升级换代的 Mark 3，准备前往事发地。这边村民已经陷入在水深火热中，在一家人即将被永远拆散时，托尼及时赶到，部署超级瞄准后，放倒了所有恐怖分子。把小头目逼咚出来后，霸道总裁留下一句让人回味千遍的台词，转身离去。被敌方免费挂击落后，托尼随手打出了一张壁纸，并炸掉了所有武器，扬长而去。飞过军队领土时，被基友罗德以及其他高层当作不明飞行物盯上，派出2架 F-22战机试图击落托尼。在一顿音速追击后，托尼靠罗德说明了飞行物就是自己。猪队友一通骚操作后，成功击中友军。托尼救下飞行员后，让罗德帮忙找个借口搪塞官方之后，便溜回了家。看到新闻后的史丹屎不打一处来，便秘式的表情也计划着一场阴谋。来到曾经绑架托尼的恐怖分子基地，说明了一切情况。他就是计划让恐怖分子绑架托尼，并且私自继续贩售武器给罪魁祸首。也是他让恐怖分子收进 Mark 1的残骸，企图制造山寨战甲当武器。意识到不对劲儿的托尼靠小辣椒去拷贝公司的全部出货资料，两人也因为托尼生命安全问题争论了一番。被嘴遁说服的小辣椒决定帮助托尼。看到了史丹电脑上一系列关于绑架托尼的资料，小辣椒的脸刷一下就白了。此时史丹来到办公室，看到小辣椒坐在自己电脑前，小辣椒的举动就像看小电影被父母抓到一样紧张。下载完的小辣椒在吃瓜群众寇森的保护下离开了现场。被抓现行的史丹也恼羞成怒，潜入了托尼家中，麻痹了他，并夺走了托尼的心脏，还在别人面前一顿逼逼。罗德发现托尼失去联络，就打给小辣椒，发现情况不对，立即前往托尼家。此时的托尼仿佛身体被掏空。这时候常年被骂的小呆将小辣椒收藏起来的初代反应堆递给了托尼，这也让托尼再次被科技拯救。基友及时赶到通知托尼，小辣椒带着特工正在前往史丹机甲所在地，穿上机甲，不顾基友投来羡慕的目光，准备前去营救小辣椒，也让罗德帮忙安排一下军队，不要找他麻烦，然后就溜了。只剩下罗德望着Mark 2的孤独背影。另一边，小辣椒与吃瓜群众寇森已经进入了工厂内部，被驾驶着铁芒果的史丹打得措手不及，抱头鼠窜。由于1代反应堆本来就是即将报废，并且能量不足，只剩下不到一半的能量，所以每一步操作都要精打细算。这时已经杀出来的史丹想要杀掉小辣椒，被托尼一记阿姆斯特朗回旋加速拳推到了公路上。为了救下一车人，托尼的能量只剩下了19%，还顺带被司机搓了个澡。知道自己的能量不能和史丹硬刚，托尼带着史丹飞向了天空。再次被军方发现的托尼被罗德安排的妥妥的，达到曾经自己的结冰高度后，能量只剩下7%，而史丹的装甲则因为没有使用金钛合金而导致结冰下坠。天才的成功都是来源于实践，只剩下2%能量的托尼在屋顶迫降，却被赶来的史丹来了个怀中抱妹杀。逃脱后只能靠小辣椒超载巨型反应堆来灭掉史丹。小辣椒准备就绪后，托尼扯断了史丹的可视系统。喜欢骚操作的反派们都爱装逼，威慑了托尼一梭子后，被超负荷的巨型反应堆烧了个人仰甲翻，栽到反应堆内炸个稀碎。事后的记者招待会，吃瓜群众寇森给托尼安排了演讲稿，并决定对外声称是一场工业事故，也告诉了小辣椒自己组织的新名字神盾局。再次登上演讲台，托尼对着稿子读到一半说 I am Iron Man. 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关注订阅我们的栏目，下一期